嗨，大家好，我是 Judy， 欢迎您再度收看589操盘笔记，让操盘人带你走向财务自由的目标。我们今天是电子业的第5集，要上什么呢？在我们第2集 IP 这个产业的专辑推出之后，纷纷接到观众朋友的来信，告诉我们说他们对于 IP 产业非常有兴趣，尤其个别公司的部分，问我们说可不可以制作一个专辑，专门讲 IC 矽智财这个地方的相关公司呢 ？OK， 那我们就应观众的要求，把 IC 设计的上游服务供应商这个地方再做一个详尽的介绍。那我们今天第5集的部分就专门讲创意，我们请导播帮我们切一下图片的部分。好，首先我们看一下哈，上游的供应商这个地方是创意。那我们先回顾一下，就是说我们过去有讲过，整个半导体产业呢，它有分作上中下游。那这一边呢是所谓的 IC 设计业。那我们今天呢要讲的是 IC 设计业上游的部分。好，那在台湾 IC 上游供应商目前的状况到底是怎么样呢？它有分作3块，包括了 EDA， 还有矽智财，还有 IC 设计服务供应商。那在 EDA 这个地方呢，前一阵子报纸上炒得沸沸扬扬，就是美国在这个地方禁止3奈米以下制成的 EDA 在供应中国的部分。那这会有什么现象呢？也变成说中国在先进制程这个地方会相对卡关。那在矽智财这个部分呢，国内呢有非常多的厂商在这个地方。那在 IC 设计服务业这个服务供应商这个地方，国内一共有3家，分别是创意、智原及世芯。那我们今天就先介绍创意的部分。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就半导体上游供应商这个地方呢，你就会跟我讲说，哎呀 ，Judy 写的漏漏等啊，字又好小，我看不到，你可不可以讲简单一点？好，我讲简单一点给大家听哈，就是那个电子自动化 EDA 供应商，它其实就是用电子去设计所谓的机体电路，那它就是一个软体。对于 IC 业者来讲，它就是一个工具。他拿到这个软体以后，他是不是可以在设计的过程中可以节省他非常多的时间跟效率？哈，所以这样你就了解了。那我讲再更简单一点，就是说我们去设计就是说我们今天买了一栋房子，我们要做设计。那在设计的过程中呢，那矽智财就很像系统的家具哦。那系统的家具怎么讲呢？比如说我厨房要做一个系统柜，好，那我客厅也要做一个系统柜，可是他们2个可能是 A、B 不同的厂商。那我在我的卧室里面呢，也要做一个衣柜，那也要买一个系统柜，那这可能是 C 厂商提供的。所以这矽智财这个地方呢，也就是说，在一个小小的晶片上，它可能需要不同功能的模组。那在这个地方就有不同功能的矽智财的供应厂商。那它的特色就是说，它只是提供，比如说它的系统柜，那剩下怎么组装是你自己的事情。那你把这些系统柜买回去，你要组装的时候，你是不是需要工具？那 EDA 这个地方就是属于一个工具的部分。那你说，那 IC 设计服务供应商在做什么呢？那我们先讲工程服务。那工程服务呢，就是指一次性的工程费用。怎么讲呢？也就是说，比如说我们今天要设计一个房子的时候，我们可能会请一个设计师先画一个设计图稿，可是他画出来的时候，我们不见得会喜欢啊，所以可是我们不喜欢，我们还是要付给他费用，所以叫一次性的工程费用。那这个地方就可以分作很多个阶段，比如说我拿了设计图以后，我交给别家去做，或者我拿了设计图以后，我给我原来的设计师做都可以。可是不管你给谁做，你总是要去付一次性的工程费用，你就把它当作设计费。好，那最好的办法就是说，提供客制化的服务，做整体一条龙的服务。那什么叫一条龙的服务呢？那我们去看它的英文叫 turnkey。那 turnkey 很简单的意思就是说，我把那个钥匙拿出来，一打开家门，我家都好了。也就是说，我设计师帮我设计好了，那家具也进去了，包括了瓦斯炉、电冰箱，然后沙发也都帮我放好的，我是不是直接打开门进去就可以住了？就是这个道理。所以这样讲完，大家有没有发现到，如果你是 IC 设计公司的话，你可以挑依照你公司不同的状况，还有你设计产品的不同状况，是不是上游这些供应商就可以提供你，然后大家就可以做一个分工合作的动作呢？这样你应该懂了。好，那我们再讲一个开发设计流程。你说那大家都弄得那么好的话，那 IC 公司到底在比什么呢？ IC 设计公司我们在第3集就跟各位介绍过了，它比的是它对市场需求的预测，还有开发计划，所以彼此之间在竞争谁的创意比较新，谁开发
的时间比较快，那所以这个地方是 IC 设计公司要做的事情。那如果是大型的 IC 公司、设计公司，它就可以继续做下去。但是如果是小的 IC 设计公司的话，它就可以委托矽智财厂商这个地方，看它是要提供设计程式码呢，还是光照的图形这个地方，那就可以节省它很多时间。那如果说你人力又不够的话，那你就可以考虑做什么turnkey， 就是一条龙的服务的部分。好，那接下去我们再看一下，我们今天的主要讲的是创意这家公司。好，那创意这家公司为什么第一个讲呢？很简单，好，它就是属于上游服务供应商的龙头厂商这个地方。那它有分作2块哈，它的部分，第一个是提供 IC 设计服务供应商的功能，它有分作业绩有分作 NRE 跟 turnkey。那 NRE 这个地方呢，目前占它营业比重大概28%，那列为工程服务收入。那 turnkey 这个地方呢，营业比重大概占70%。那你去想想看哈，就是说我客户有一个新产品设计，比如说一个机器人好啦，那我拿到创意这个地方去试产。那如果试产完了以后，发现OK 符合我的需求的时候，因为我是在创意这个地方做 NRE 的嘛，所以我后续量产服务的部分，我极大的可能性，只要是成功，我一定会再交给创意做。所以我们在看创意这家业绩的时候，可以去盯它 NRE 的成长幅度，就可以去预测它未来几年 turnkey 这个地方的收入。所以这2个地方是具有延续性的。那同样呢，它除了做 IC 设计服务供应商以外，它还有提供矽智财服务。你记得我们刚刚说的吗？也就是矽智财模组的部分，后面会做一个介绍。那这边特别要强调的是说，目前的整个电子业这个地方哈，上中下游的部分都在做一个库存的调整，但是在上游 IC 设计服务供应商，它这边有个产业的特性，因为它的库存呢是客户，也就是说客户就是所谓的 IC 设计公司或者是系统厂商，所以库存的跌价风险是在这些厂商身上，所以它本身就不会有库存跌价损失。然后它的量产收入呢，也是随着晶圆价格的变动抽取一定的比例。那它的终端产品呢，因为不是属于那种消费型景气所以随着景气波动的幅度会比较少，而且客户大部分都是系统客户，所以它的粘着度这个地方会比较高一点。然后，所以在整个电子业不景气之下的话，IC 设计服务供应商这个地方相对会比较平稳。好，那我们接下去我们看为什么创意的未来的营运动能我们持续看好呢？最简单来讲话，它的产品朝先进制程持续的做一个发展。我们可以看到目前的比重呢，消费性的大概占35%，网通占23%，工业用20%。那 AI 呢跟机器学习这个地方呢，大概占了16%。那个目前为止呢，以台积电的定义就是先进制程在7奈米以下都称作先进制程。那创意目前的比重大概在22%左右。那我们看好它成长最主要动力就在于说，创意的优势就是它的母公司是台积电。那台积电目前不断的往那个先进制程发展。那因为下游的封装的部分，台积电这个地方在先进封装技术这个地方也做一个制造的部分，所以在这个地方呢，创意就跟台积电整个去做一个配合，然后它就研发提供量产服务的封装 IP。那这些 IP 呢，就是主要用在 AI 啊，还有高度就是人工智慧，还有高度运算，还有网通产品嘛。那因为它有经过台积电的验证，所以就会获得很多国际大厂的 NRE 或 turnkey 的订单。那这些呢，先进制程订单它的毛利率就相对比较高，所以我们从目前它的整个发展趋势来看，我们可以预估它未来5年创意的营运成长动能可以持续做一个成长，这就是看好的原因。好，那接下去我们刚刚分析是营收的部分，接下去我们看一下它各项产品毛利率的分析。那在矽智财这个地方呢，它是有分做权利金、授权金跟权利金。授权金呢，通常都是初次的时候，那我们可以按照客户使用的阶段，然后分阶段的认列收入。那这部分的毛利率大概是80%到100%。那权利金这个部分呢，我们可以看到，就是说在晶圆片，就是它在晶圆制造过程之中，然后只要有使用矽智财模组的产品，它就按照矽晶圆的出货量计算，然后
它的售价固定比例收入，它的毛利率也将近100%。你说，为什么这家公司毛利率会100% 呢？大家有没有记得我们讲的哈？它就是类似那个可以重复出货的一个模组。那我做好一次的成本已经认列了，那我在重复出售的过程之中，是不是我的成本就相对比较低？那我毛利率几乎就会是100%。那再来讲到 IC 设计服务供应商这一部分，那在整个提供那个NRE 服务，就是我们说的一次性服务的部分，它的毛利率大概是60%到50%。那在 turnkey 的部分，因为它是客制化的部分，然后去收取那个按照 IC 的出货量的售价跟数量收取一定的比例费用，那这部分的毛利率比较低，大概是15%到25%。那一样就是说，他们都是具有延续性，就是我刚刚跟大家讲的，就是说，比如说你可以观察，他们在授权金的变化，那接下去在权利金未来几年的发展，就可以大概估算出来。好，那接下来我们就看一下财报的部分。在财报的部分，我今天跟各位介绍，就是说，股东权益报酬率，就是大家常常说的 ROE。那它可以有2种方式算出来，一种就是直接用税后净利去除以股东权益，那一种呢，它就是用净利率然后去乘以总资产周转率，再乘以权益的乘数。简单的来讲，就是用净利率去乘以总资产周转率，就是我们说的，就是我资产的运用率。如果我讲比较简单，比如说我们以小吃店来讲的话，就是所谓的翻桌率，就是总资产周转率。因为我的资产就是在这个地方，然后我可以用到它的次数越多的话，是不是总资产周转率就越高？那我对于 ROE 的贡献度就会比较高。那权益乘数这个地方就是一个杠杆财务的效益。好，那我们把业者全部把它比较起来看看哈，专门做 IC 上游供应商这个地方，包括了创意、智原跟世新这3家做比较。那我们可以发现，就是说，如果从 ROE 的角度来看的话，是以创意最高。那最主要来讲的话，创意的特色就是因为它自主开发先进的制程的那个尤其是封装 IP 这个地方，能够提供那个客户整合度更高的服务，有利于它获利的提升。而且创意是第一大，然后它的母公司台积电也是代工的第一大，所以在强强联手之下，还有在先进制程长期看好的趋势之下，所以彼此的业绩就互相提升。那它 ROE 比较高的原因呢，除了盈利率以外，然后还包括它的总资产周转的周转率以及财务杠杆运用都比同业要来得好一点。好，那讲了那么多呢，我们接下来就看它的技术面。好，技术面来讲的话，我们先看一下它这边就是1高、2高、3高、4高。那突破前波高点的时候，我们有说过有什么？要有关键 K 棒嘛，关键 K 棒出现以后怎么样？会拉回整理。那它拉回整理的时候，是不是破了这个关键 K 棒的原点这个地方，就是开盘的部分？所以这个地方大家记得，就是说拉破以后，后面比较容易怎么样？盘涨。那我们讲一下最近股价的走势，就是说因为最近呢，美国宣布说，对于中国出口的新禁令，所有只要你使用美国相关技术的公司你除非获得那个许可，不然不能向中国提供相关的镜片。那这个禁令呢，就会造成所有的先进制程业者那个短期的营运的影响。我举例来讲，那你 EDA 总是用美国的嘛，你用了它以后，那你要那个去做量产那个一条龙的服务的时候，你没有美国的出口的许可，你怎么可以？所以你在中国大陆那个地方，先进制程这个地方，你可能单子就会短少掉。但是先进制程除了中国大陆，还有其他国家需要嘛，所以先进制程长期的产业趋势不变，所以我们认为长期的营运看佳，但是短期还是会受到这个美国新的禁令的影响，它短期的营运，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股价会去做一个拉回整理的动作。可是大家记不记得我们曾经讲过，拉回整理最重要是看什么？好，我们看一下，拉回整理最重要是看它有没有守住1/2嘛。那目前创意是所有的 IC 设计服务公司里面拉回还有守住1/2的股票。那拉回守住1/2会怎么样呢？也代表说大盘止跌反弹的时候，还有它这家公司止跌反弹的时候，只要它守住1/2，再往上攻的时候，过高的几率高，过高的几率高会怎么样？
上涨 N 型再扩大嘛。好，我想我用这支股票跟各位做举例，大概大家就可以去观察它后市未来的发展。OK， 那今天创意这家公司呢，我就在这边做一个简单的介绍。那希望今天呢，我们把创意这家公司包括了基本面跟技术面都做一个约略的介绍，希望能够满足观众朋友对就是我们要求我们IP 业者这个地方对于那个每家公司再讲细一点。那如果你还有问题的话，欢迎你到我们的部落格，那里有更详尽的分析咯。那下个礼拜我们要讲哪一支呢？我们要讲智原，要记得持续收看呢。OK， 到了节目的最后，还是要提醒你，不要忘了按赞、订阅、分享，并且开启你的小铃铛。OK， 那我们下礼拜再见，拜拜。